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塔罗的低语，我是 Nico。那我们今天要占卜的课题是你一生会谈几次恋爱，对方是怎样的人。那在我们面前呢，分别有4组牌，第一组牌、第二组牌、第三组牌、第4组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直觉选择一组和你们联系最紧密的一组牌。那稍后的话，我会做出一个详细的解读。那好，我们现在可以开始选择了。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一组牌。首先我看到第一组牌的你们的话，抽到这组牌的小伙伴们，你们这一生可能是桃花泛滥的一生啊，因为我看到底下的这四个占星神谕卡，它代表了4个不同的星座，那可能说这是你们一生当中遇到的桃花。那这个桃花呢，它也分别代表了4个不同的星座啊，分别是天蝎座、摩羯座、射手座还有白羊座。那么天蝎座对应的时间呢是10月24日到11月22日，摩羯座对应的时间呢是12月22日到1月19日，射手座对应的时间是11月23日到12月21日，那最后白羊座对应的时间是3月21日到4月19日。那么这4个桃花，它带来的那4种，它也会分别带来不同的特质啊。那天蝎座这个桃花带来的特质呢是这种善变难以捉摸，而摩羯座带来的这个特质呢是踏实稳重。射手座这个桃花它带来的特质是自信、阳光和开朗。那么白羊座这个桃花它带来的特质呢是敢想敢干、敢爱敢恨，雷厉风行，非常的果断啊，这样的一种特质。所以说你们这一生的话，会和4种不同类型的桃花产生联系。所以说我觉得抽到这组牌的小伙伴们，可能你们就是一个恋爱小天才吧。轻轻松松就收获了这么多个桃花。如果你现在还是母胎 solo 的话，也不要着急啊，因为你后面的桃花运可能会爆棚。那首先的话，我们来看一下，你们经历这么多的桃花，其实也会相应的遇到很多的问题啊。首先就是这张命运之轮啊，命运之轮它代表的含义是，你们在恋爱过程当中可能会犯一些重复，可能会重复的犯一些错误，有可能是你们性格方面的原因，有可能是你们原生家庭带给你们的，或者说你们总是会和同一种类型的桃花陷入到热恋当中，但是呢又总会受到伤害。那么命运之轮它就代表着重蹈覆辙。那么第2张牌它是吊人牌，你们对待爱情的看法可能说和主流的价值观不太一样，你们有一些很特立独行的想法。虽然说你们这一生会遇到很多的桃花，但是抽到这组牌的小伙伴们，你们有的人甚至是不打算结婚的，对，或者说暂时没有这种结婚的打算。而且呢，这张吊人牌说明你们在恋爱当中其实会有一件事情很困扰你们，就是说你们没有办法完全的做自己。你们在感情当中总是过分的考虑对方的感受，而忽视了自己的感受。你们总会在和对方的总会有一些在价值观上的一些事情去争吵，而且目前呢，你们呢也会被一些负面情绪所压抑和困扰。那第3张牌是女祭司。女祭司的话，你们在感情当中是这种慢热的类型啊，或者说外冷内热。如果你们喜欢对方有10分的话，你们可能只会表现出来7分，甚至是3分。所以说一开始对方接近你们的时候呢，可能会感觉到你有一些高冷啊，但是其实你的内核是非常温暖的。那么权杖2的逆位啊，我也看到这张牌啊，那说明你们在过去的感情当中，就是说和一些曾经的恋人没有走到最后啊，就是因为这种价值观方面的分歧，可能是在自己的初恋，当时的话还太年轻，没有考虑一些现实方面的因素，只不过是因为一时的冲动啊，或者说一时的感动而进入到一段关系当中，但是呢，这段关系随着时间，随着你们
彼此深入的了解啊，会发现很多在价值观方面的冲突和分歧，也会有很多的争吵。那么这张死亡牌呢，它代表着过去你们曾经一段刻骨铭心的恋情啊，它会让你们很痛苦啊，但是呢，它也会让你们成长，它会告诉你们应该用一种怎样的方式，在怎样的底线下去维系一段亲密关系。所以说我也看到了这张星币6的逆位啊，那星币6的逆位呢，就说明你们在过去的感情当中有过度付出，或者说过度依赖某一个人。所以说啊，这张牌啊，星币6的逆位啊，其实就是你们在过去的这种亲密关系当中学到的一个非常甚至是最重要的一个课题，就是两个人一定要在平等的关系上去相处。那这段亲密关系失去平衡以后，就很难维系下去啊。那这是你们在过去的亲密关系当中学到的最重要的一个课题。那我也看到了这张魔术师，魔术师的话，相信这张牌的话是你们最后遇到的正缘。那么这个魔术师的话，你可以看到这张牌里边的话，他是一个眼神坚定、自信满满的桃花。那可能你也是被对方身上这种坚定而强大的气场所吸引，所以说你和这个桃花的结合，对于你来说，其实更多的是一种崇拜感，而他在你身上呢，也会发现自己很强的这种保护欲。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来看一下，这3张爱之神谕卡给我们的一些爱情建议和爱情指引，它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去应对亲密关系给我们带来的一些问题啊。首先第一张牌它就是 Let go of control issues， 那么去让这段关系更自然的展开，不要试图去控制一个人，或者说不要让对方来控制你。当你们在这段关系当中都感到自由和无拘无束的时候，你们其实反而会更加的依赖对方，而不是说互相控制。那抽到这组牌的你们，可能说你们本身，或者说你们曾经遇到过这样的一个人，你们对失控有着强烈的恐惧，希望对周遭的一切都能够有所控制。那么这种控制它带来的就是一种执念，而这种执念呢是会伤害到亲密关系的。所以说不要试图去控制一个人，也不要被一个人控制。那么第二张牌呢，就是 worth waiting for。 那么这是爱之神谕卡告诉你的，就是说你们正在期待或者等待的这个正缘呢，他是你们梦想，他是你们所期待的那样一个人。那这个人他是值得你们去等待的。也许等待的过程会有一点痛苦和漫长，也许等待会让你们感到焦虑，等待会让你们感到浮躁，但是这个人绝对是值得等待的。当你遇到他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自己所有的等待都是值得的。那么第3张牌是 retreat， 撤退。那这种撤退的，我觉得是对一些抽到这组牌的小伙伴，你们还有一些人没有释放掉对于过去的回忆，你们的回忆清除的还不够干净。那么其实你怀念的已经不是那个人了，你怀念的只是他带给你的回忆和感觉。如果你能够遇到那个正缘，他能够带给你同样的感觉，你也立刻能够从上一段关系当中走出来。所以说千万不要因为上一段关系而封闭自己，你们应该积极尝试着去寻找下一个人，因为只有下一个人，他们才能够彻底的帮你从上一段关系当中拯救出来。那我们应该向前看，而不是沉浸在过去的回忆当中。当然呢，这种撤退的话，我觉得，它也是，它让我感觉到这张牌它想要传递出来的含义不仅仅于此啊。我觉得它也是在告诉我们要学会在一段关系当中说不，不能一味的在关系当中牺牲，也不能错误的以为一段关系就永远是一种前进或者说升温的状态。当你们的感情出现了一些红灯，或者说是让你预感不好的一些信号的时候，你们也要学会停下来观望，甚至是及时的撤退，这都能帮助你们在一段不好的亲密关系当中及时的止损。所以说我觉得大家千万不要以为说一段亲密关系就是永远和睦的，它也会有一些波折。
那有的时候需要你们在感情当中前进一步才能海阔天空，但有的时候呢，你们后退一步才能够发现问题所在。那这张牌抽到的话，是给那些在感情当中容易钻牛角尖儿或者说一根筋的小伙伴们，你们要学会在一段关系当中进退自如。那好，那这就是这组占卜的全部内容了。我看到你们抽到这组牌的小伙伴，你们一生的感情会很波折，但是呢，你们最终会遇到属于自己的这个魔术师。那这个魔术师他还是值得你去等待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也学会了如何在一段亲密关系当中做自己，你也学会了如何才能维护好一段亲密关系。我相信只有这样，你才能够在更高处遇到这个魔术师。那你之前所经历的一些波折，其实全部都是帮助你成长的，因为只有这样，你才能够最终收获到一段完美的感情。那好，那这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投币，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二组牌。第二组牌的话，首先我看到你们这组牌，你们的一生可能会有2段刻骨铭心的恋爱。因为这里抽到了2张占星卡，那么这2个桃花呢，对方对应的首先可能是双鱼座，Pisces， 或者说是金牛座，土象特质，一个水象特质，一个土象特质。那么对应的时间呢，双鱼座对应的时间是2月19日到3月20日，而金牛座对应的时间是4月20日到5月20日。也就是说，你们在这2个时间段内可能说桃花运势会比较旺一些。那么双鱼座这个对应的桃花呢，对方可能会从事一些艺术或者说关于美设计等等方面的工作，因为双鱼座它就代表着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不拘一格，也不会被规则所束缚，热爱自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理想主义者，同时呢，也能够以一种浪漫主义的角度去看待这个世界。所以说这个桃花呢，它所打动你的就是对方，他对于这个世界呢，抱有一种理想或者说浪漫主义的态度。那么第2个桃花呢，它是金牛座它和双鱼座这个桃花是完全相反的一个桃花。那么他更加注重物质世界的积累，他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他认为人生实现幸福的最重要的保障就是金钱，所以说对方这个桃花呢，他可能会在经济实力上非常的出色也会远胜于你，而且对方他是非常有上进心、特别踏实的一个类型。那么上面的这些塔罗牌呢，是你们在过去的感情当中曾经出现过的一些问题。首先呢是这个圣杯的逆位圣杯的逆位呢，代表着你在过去的感情当中，有很多的遗憾，或者说有很多的话最终没有说出口在一段关系当中，你们在感情当中还是不够坚定，也不够自信。那么这张高塔牌呢，是说明，你们在过去，你们的未来，人生会发生一个重大的改变。那么这个改变呢，短期来看会让你们可能会对你们来说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打击。但是这个改变呢，或者说环境上带来的改变，反而会让你们收获到一个人生的伴侣这就是因祸得福。那么我们来看这张星币8呢，星币8这张牌说明你们对待感情极其的认真。当你们看到，当你们在一段关系当中看不到未来的时候呢，你们就会放弃这段关系，而且你们也深深的明白，虽然你们渴望自由，但是呢，你们懂得爱是因为道德、责任还有深深的共情而自愿给自己带上的枷锁。那么这2张星币牌呢，是你们在过去，还有一张是星币侍卫，还有一张是星币女皇关于你和你的伴侣你们对待感情都是怀揣着一颗赤子之心非常真诚的对待彼此，互相尊重，互相体谅，同时也互相理解。
同时呢，我看到你们在过去的感情当中啊，其实确实是会发生很多的争吵啊，或者是互相伤害的时刻。因为这个宝剑一张是，这两张牌，一张是宝剑女皇，还有一张是宝剑国王，一正一逆。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啊，可能说，尤其都没有办法真正的理解对方。那这两张一正一逆的塔罗牌呢，会预示着你们看起来在沟通，其实是在各说各话。同时呢，这张宝剑的逆位呢，也会让语言变成一把武器啊，伤害对方。所以说，在过去感情当中，你们会因为这种争吵带来的心理创伤，会让你们对于亲密关系有一种阴影。可能说最终你们会因为这段让你们受伤的感情而选择独自踏上旅程，那就是这张宝剑六的正位啊，去疗愈自己内心当中的创伤。那么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4张爱之神谕卡给我们的爱情指引和爱情建议。首先是第一张牌 Express Your Love，表达你的爱，或者说，感觉抽到这组牌的朋友们，你们还是不够自信，或者说，即使遇到自己喜欢的人，你们也不敢主动的去做出行动，更不要提去表达出自己对对方的好感。那么第二张牌它是 Deception， 那 Deception 这张牌呢是你们可能也不敢去在一段关系当中袒露自己最真实的想法，展现最真实的自己。你们会戴上一个面具，会尝试着扮演一个对方期望的角色。你们甚至在感情当中，也在满足别人的期望。虽然你们表面上不在乎，但是你们内心当中其实非常害怕向外界展示出真实的你自己。你们也从心底里边非常的恐惧，在一段关系当中被拒绝或者说被抛弃。那么这种来自于潜意识带给你们的恐惧啊，其实会和你们的这种原生家庭有关。那么第三张牌呢是 New Love。那在未来的话，你们遇到的这个人生伴侣呢，他会是一个新人，他不会是你们过去曾经遇到的人，他们会是你们在一个新环境当中遇到的一个，或者说结识到的一个新的朋友，而发展成的一个恋人。那么第4张牌它是 Children。那 Children 的话，孩子啊，我看到这张牌的话，其实是神谕卡想要告诉你的，就是说一段好的关系可以让你变成一个小孩，或者说可以让你们彼此都变成2个小孩子啊。那这让我想起了王小波先生他说过的一句话，就是我和你就像2个小孩子，围着一个神秘的果酱坛，一点一点的尝它，看看里面有多少甜。所以我觉得美好的爱情会让2个人都变成小孩子，会让你们重拾只有孩童时候才有的天真和美好。对，那好，那这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些爱情的指引和建议，包括你们人生当中会遇到的这2个桃花呢，或者说能让你们刻骨铭心的2段爱情。相信这2个桃花呢，其中有一个它会是你们的正缘，它会和你携手走过人生的下半程。对，那好，那这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投币，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再次感谢大家的收看，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3组牌。首先第3组牌的话，我看到了这3张占星神谕卡对应的3个星座，你们这一生大概要谈3次恋爱才会结婚。首先呢，你们一生当中会碰到一个像狮子座一样非常强势的桃花。那么你们在跟狮子座待在一起的时候，其实完全不用担心未来，因为狮子座它会帮你规划好你的未来，你们共同的未来。而且呢，这种强势的力量呢，可能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大男子主义类似于霸道总裁。但是呢，这个狮子座在桃花，这个狮子座这个桃花在事业上是非常成功的，或者说它是一个潜力股啊。但是就是说这个桃花会带来一些控制欲方面的问题。那么
第二个桃花呢是天秤座啊，这个桃花会非常的理性，那么它带来的特质就是亲切优雅啊，沟通能力非常强啊，但是这个桃花可能会有一些强迫症吧，就是事事要追求完美，追求平衡。那么第三段感情呢是双子座啊，双子座这个桃花带来的特质呢是非常善于处理人际关系，有很多的好朋友啊，也愿意把他的好朋友介绍给你认识啊，个性特别的开朗。那对方的出现呢，会给你的人生带来很多的阳光。那么这3个星座对应的时间呢，很有可能是对你有特殊意义的3个时间段。首先是双子座5月21日到6月21日，其次是天秤座的9月23日到10月23日，最后是狮子座的7月23日到8月23日。那么上面的这些塔罗牌呢，是你们在恋爱过程或者说在亲密关系当中会遇到的一些问题。首先是这个星币五，星币五这张牌呢，它其实是在一段感情当中，你会很苦恼于2个人对于对方的感觉总是没有办法同步总是会出现一个人更爱对方多一点，就是说2个人的话，有一个人在前面走，另一个人在后面追，都很疲惫，而且呢，这张牌它也意味着沟通方面会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可能说你们在过去的关系当中，即使是不开心了，也不会表达出来，发生了误会或者争吵就冷战，而这些呢，都会影响到2个人在亲密关系当中的相处。那么第2张牌它是圣杯七，圣杯七这张牌呢，可能你们现在处于一个感情的空窗期，会很焦虑和浮躁。但是呢，你们进入到一段亲密关系当中，也会有很多的问题，所以你们就会发现自己总是处于一种不满足的状态当中。谈恋爱的时候想要单身，但是呢，单身的时候又想要谈恋爱。现在的你们的话，我看到是这张权杖七的正位啊，你们现在其实没有时间去谈恋爱，或者说没有太多的时间去真正的开展一段恋爱。无论你们在学业还是工作当中，你们总是会发现自己有处理不完的事情要去做。那这种忙碌的状态会让你们感觉到很疲惫，有时候一个人发呆的时候，就会觉得自己所做的事情都没有意义，非常的空虚，偶尔会感觉到自己好像不被这个世界需要一样，感觉不到和这个世界的连接，特别的没有安全感，就像这张宝剑八一样你们会迷失在这个世界当中不知道自己前方的路在哪里。你们也很渴望有这样的一个精神导师来为你们指明前进的方向，但是呢，你们不会在就是说别人的面前表现出自己不堪的一面，你们在别人面前的样子是这张权杖六，也可能说是你们现在拥有的一切呢，反而是别人羡慕的状态。那么权杖侍卫这张牌呢，也说明你们会很快的对一个人产生好感，但是也会很快的因为某一个细节对一个人失去好感。你们的感情似乎总是有点变幻莫测，捉摸不定，你们也会时常感叹谈恋爱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需要天时地利人和。那么接下来的3张牌呢，是爱之神谕卡想要告诉你的。第一张牌是 Healing Family Issues，疗愈这种原生家庭的问题和创伤。可能说你们小时候没有得到足够的鼓励导致你们不够自信，又或者是你们在小的时候父母总是在争吵，让你们对亲密关系有所恐惧，或者说你们小时候没有得到足够的爱这些都会影响你们在亲密关系当中的表现。那么第2张牌呢是 Unrequited Love， 暗恋。所以说我感觉抽到这组牌的朋友们，你们还是不够自信你们喜欢一个人都是从暗恋开始的，你们可能不敢做出行动去表达自己的爱意。而第3张牌呢，爱之神谕卡想要跟你们说的或者说大天使想要告诉你们就是 True Love。你们要相信自己会得到一份真挚而美好的爱情，而抽到这张牌呢，也就说明你们会得到一份真挚而美好的爱情，因为宇宙的剧本已经为你们安排好了。
这样的一个人会在前方等你，你需要保持耐心，你需要告诉自己，重要的人都会晚一点来，你需要在这个时间内努力的提升自己，你就会在更高处遇到对方。那其实我看到抽到这组牌的朋友们，你们现在急需的是一些感受幸福的能力，你们需要先在生活当中找到自己。你们现在有一点迷失，只有当你们找到自己，你们才可以真正发现生活带给你们的乐趣，你们的心态才会从匮乏变为富足，这样才能吸引你们想要的人来到你们的身边。所以说视频的最后呢，我就想要跟大家说的就是我曾经在视频当中反复提到过的一句话，永远相信你值得所有的美好。那好，那这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投币，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好，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4组牌。那第4组牌的话，我看到选到这组牌的朋友们啊，你们可能也是会经历3段恋爱后才会结婚。那么这3个桃花呢，分别是水瓶座、巨蟹座还有处女座。那首先呢，水瓶座你会遇到一个和你同样感性的桃花，那对方的话他也是这种多愁善感的类型，甚至会比你还要玻璃心。那么水瓶座它带来的特质就是，有时候你会觉得他特别的固执、冥顽不化，有的时候呢又觉得他难以捉摸。那水瓶座这个桃花呢，他会和你说一些关于他自己特别幼稚的想法，有的时候呢你就会觉得他像一个小孩子一样。那么你谈的这个第2段恋爱啊，第2个桃花他是这种处女座啊，对方的话他可能会有一些感情洁癖，在恋爱当中非常注重仪式感和细节，但是呢这个桃花他也会在爱情当中特别的较真啊，也会特别的记仇，总是会在相处的过程当中翻一些旧账。那么处女座这个桃花他对自己对你的要求都特别的高，所以说他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觉啊自己确实是在变好，但是呢这个过程你也会很疲惫，因为其实你只是想轻轻松松的谈一段恋爱而已。那么第3个桃花呢，巨蟹座啊，巨蟹座它带来的是这种非常温柔的力量。那对方的话，他是一个比较传统的类型，所以说他未来和你开展的一段关系呢，就是希望能和你组成一个比较稳定的家庭。而巨蟹座它带来的也是一种非常稳定的情绪特质。你在这个巨蟹座啊，这个桃花身上从来看不到他会有任何的慌张，任何时候他都是镇定自若，会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帮你想到解决问题的方案，而不仅仅是嘴上说说。那他是真正在乎你快不快乐的人。大多数人都只在乎你有没有用，而他来到你的身边，其实只为了带给你快乐。所以说，这个人在未来出现的时候呢，你一定要珍惜。那么在这个桃花的眼里呢，爱是因为道德、责任还有深深的共情而自愿给自己带上的枷锁。所以说这个桃花呢，我看到啊，它是你谈的这几段恋爱当中最有可能和你走入到这个婚姻殿堂的桃花。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在塔罗牌当中啊，给我们的一些关于爱情甚至是婚姻方面的一些建议和指引。首先呢是这张审判牌。那么审判牌的话，其实你们在感情当中会特别在意对方的感受，因为你们会过分的在意别人，尤其是亲密伴侣对你的看法，你们甚至会努力活成对方期待的样子而失去自我。你们也总是在亲密关系当中自我怀疑，甚至是自我否定啊！你们总觉得自己不够优秀，你们总觉得可能会失去对方。那么你们这种没有理由的恐惧啊，往往会让你们害怕的事情变为现实。那么这张圣杯8呢，你们可能在追寻自我的过程当中，已经发现你们自己好像没有想象当中那么需要一个人，或者说一个亲密伴侣啊。你们已经习惯了自己一个人生活，一个人学习，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睡觉。但是呢，你们也会很害怕自己会逐渐丧失进入到亲密关系的能力，逐渐丧失感受到幸福的能力。那么这张星币女皇呢，就是你们在感情当中啊，
永远是更长情的那一方。你们在感情当中是更慢热的那一方，但是呢，你们一旦被打动啊，你们反而会成为感情中更为坚定的守护者。这张星币4呢，其实就是你们现在的状态。对待感情会更加的慎重一些，不会轻易的再次敞开自己的心扉，因为你们清楚好聚好散都是骗人的，离开的时候就是会很痛。你们为了避免这种痛苦，有的时候就会避免一切开始，而且你们也在过去的亲密关系当中明白，在成为任何角色之前，你们都应该首先成为自己。那么接下来的这2张牌呢，首先第一张爱之神谕卡，它就是 past life relationship，一个关于你前世的联系啊，可能说在这一世的话，有一个人一直让你无法忘怀，那这个人的话，他会跟你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还会和你有很多共同的回忆，但这个人呢，可能是在前世就和你有一些业力联系啊，那么这种联系会一直持续到这一世。那么爱之神谕卡呢，它也告诉你，你现在要去释放自己 ，free yourself， 而且要释放一直在你回忆里纠缠你的这个前任。那么其实关于分手，其实真正的痛苦只会持续10到20分钟的时间，那么其他的时间其实都是你的回忆给你造成的负面感受。所以释放掉过去的回忆，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才是你们现在最应该做的事情。美好的人生是一种过程，那么不要对结果有过多的执念。你们在爱情当中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啊，就是即使有的爱情无法走到最后，但是呢，也值得你们去付出全部的真心，因为这样才能够做到无愧于心，这样才能够在结束一段关系之后勇敢地展望未来，而不是沉浸在懊悔之中啊，奢望着2个人的关系本可以有不同。所以说 Nico， 我希望你们在回忆过往的爱情当中的时候，永远都不要感到后悔。人们常说要认准那种能相守一生的人，再付出自己的全部真心。而我觉得，当你想要去爱，就全身心的去爱，无论长短，这样的真爱都会让人刻骨铭心。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也会遇到自己的正缘，去获得真正属于你的爱情。那好，那这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投币，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好，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